西蘭花咧，佢又叫綠菜花，係今日好常見嘅一種十字花科蔬菜，同時咧都係一個營養健康界嘅明星蔬菜。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啦。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哋嚟講講西蘭花。咁西蘭花咧係原產自歐洲地中海東部沿岸意大利一帶嘅。西蘭花為1年或者係2年生嘅草本植物。過去咧，由於西蘭花嘅種植咧，佢對呢個氣候條件咧係比較敏感嘅，所以呢個西蘭花咧存在一啲產量低啊、品質一般啦、唔可以耐受存儲運輸等嘅問題。再加上喺以前嘅時候咧，大多數朋友咧係唔了解西蘭花嘅保健價值嘅，所以之前嗰幾十年咧，大家都冇點重視呢個西蘭花。而家唔同啦。差唔多，大家都個健康意識啊，或者係保健意識啊，或者係消費觀念啊，或者係習慣嘅轉變啊。而家大多數嘅中餐館都有呢個西蘭花，咁好多家庭咧都將呢個西蘭花咧當作日常菜啦。咁我哋中醫認為咧，西蘭花咧佢性平味甘，佢有一個健脾開胃、清熱解毒同埋咧益腎利尿嘅功效噶。咁日常食用適量嘅西蘭花，可以幫到我哋改善一個脾胃功能啦，促進我哋嘅食物消化啦，增強一啲免疫力啊，預防感冒同埋其他疾病噶。咁從現代營養學嘅角度嚟講，我哋西蘭花嘅營養成分咧，佢唔單止含量高，而且營養都好全面。咁包括一啲蛋白質啦、碳水化合物啦、脂肪啦、礦物質啦、維生素 C 啊，同埋胡蘿蔔素等等嘅。咁根據數據顯示咧，每100克嘅新鮮嘅西蘭花嘅花球中咧，含有蛋白質3.5克至4.5克噶，係我哋菜花嘅3倍，番茄嘅4倍。另外咧，維生素 A 嘅含量咧係白花菜嘅好多倍。我哋西蘭花中嘅礦物質咧成分都好全面嘅，我哋嘅礦、磷啊、鐵、鎘、錳啊、砷啊呢啲含量都好豐富嘅，佢係差唔多等同於我哋同係十字花科嘅白菜花咁嘅含量噶。咁講到西蘭花嘅好處，咁從現代媒體嘅報道嚟講咧，大家比較熟悉嘅應該係西蘭花嘅抗腫瘤效應啦。咁曾經有一項咧由美國癌症研究協會咧佢進行一個西蘭花研究咧，佢結果顯示食西蘭花咧，佢有效咁預防一啲口腔癌啊，或者係喉癌呢一類頭頸部癌症嘅復發。咁事實上咧，關於呢個西蘭花咧所含嘅抗腫瘤嘅物質的研究咧，一直都係不斷嘅。咁醫學界咧都對呢方面係比較感興趣噶。咁喺日本癌症研究中心公布嘅抗腫瘤蔬菜排行榜上面咧，西蘭花係名列前茅嘅。美國嘅營養學雜誌咧，佢都有文章提到西蘭花可以有效咁預防一啲前列腺癌啦。又有實驗表明咧，每2個星期食2個或者係2個以上嘅西蘭花嘅人咧，比1個西蘭花嘅人咧，佢得呢個膀胱癌嘅機率係降咗40%。其實咧，除咗防癌之外咧，西蘭花喺實驗中咧都顯示出喺其他方面嘅保健優勢噶。咁西蘭花咧富含膳食纖維啦，可以幫我哋咧清除腸道中嘅垃圾啦，降低膽固醇嘅水平啦，控制血脂等等。咁又有研究發現咧，西蘭花有一種咧，佢叫做三內酚嘅活性物質，係可以減少過敏物對我哋人體嘅影響，減少過敏危險噶。另外咧，我哋西蘭花含有比較高嘅維生素 C、胡蘿蔔素、葉黃素同埋微量元素硒等呢啲抗氧化嘅物質，可以起到一個延緩衰老嘅作用。咁西蘭花又富含鈣同埋維生素 K， 咁呢兩者咧互相結合咧，對我哋骨骼健康同埋防止骨質疏鬆咧，其實係有好重要嘅作用噶。同時咧，西蘭花中嘅蘿蔔硫素咧，佢唔單止可以抗腫瘤啦，仲有一個抗炎嘅屬性，可以預防一啲血管損傷。仲有嘅係咧，呢個西蘭花富含葉黃素啦，可以預防老年性嘅黃斑變性同埋白內障噶。不過咧，謝醫生提醒大家，雖然西蘭花確實係有各種嘅營養，都有唔少嘅研究支持佢嘅保健功效，但係大家咧唔好過分迷信佢。首先咧，西蘭花裏邊咧含有嘅抗腫瘤物質咧，比如呢個含硫化合物啦，確實比較多。但係咧，如果我想
通過日常嘅飲食達到實驗室嗰種有效攝入量，其實好難㗎。例如咧，又舉一個研究嘅例子，佢提到西蘭花中嘅三吲哚甲醇咧，確實有抑制腫瘤形成嘅作用。不過咧，研究人員都指出，要每日食大概3公斤嘅西蘭花先有攝入足夠嘅抗癌物質。所以咧，我哋要客觀咁睇待有啲研究。唔可以直接係簡單咁套用一啲結果到我哋生活當中啊。另外咧，我哋唔正確嘅烹飪方法都有可能使我哋西蘭花嘅有益嘅成分失去活性噶。咁有啲朋友會問：咁謝醫生有乜嘢辦法咧煮熟西蘭花比較好咧？其實咧，我哋烹飪西蘭花嘅最好嘅方法就係將西蘭花咧隔水蒸5分鐘。然後咧，當西蘭花咧變成亮綠色嘅時候咧，呢個時候嘅西蘭花抗腫瘤嘅作用咧係最強嘅時候。呢係因為咧，西蘭花係天然抗腫瘤化合物咧蘿蔔硫素嘅最佳食物來源之一啊嘛。咁其中呢個黑芥子酶咧對蘿蔔硫素嘅抗腫瘤作用咧極為關鍵嘅。一旦咧呢個黑芥子酶咧佢遭到破壞嘅時候咧，佢哋蘿蔔硫素咧就唔會起到乜嘢抗腫瘤嘅作用啦。咁研究最後發現咧，同其他烹飪方法相比咧，西蘭花隔水蒸5分鐘左右咧，佢嘅黑芥子酶保持得最好。咁樣做出嚟嘅西蘭花咧，有更強嘅抗腫瘤作用。其實咧，好多蔬菜其實都係隔水蒸呢個方法比較好嘅，因為呢種方法可以最大咁保存咗食物嘅營養成分。因為食物佢唔直接接觸呢個水啊嘛，咁營養成分咧佢就唔會因為呢個溶解喺水嗰度流失㗎。另外咧，提醒大家，我哋喺煮西蘭花嘅時候咧，我哋容易剪係唔易切嘅。其實咧，由於西蘭花上面有好多花束啊嘛，咁花束上面又有好多咁細粒嘅花朵組成㗎。咁如果我哋直接放喺砧板上面切西蘭花咧，可能會造成咧好多細粒嘅花朵散落嚟，嘅造成損失㗎。建議咧，我哋將西蘭花沖洗之後咧，係用呢個剪刀從花束嘅根部直接咁剪落嚟一個個花束。或者係我哋用手咁樣直接扳落嚟，咁樣可以得到比較完整嘅花束㗎。咁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咁食用西蘭花仲有乜嘢需要注意嘅？首先咧，我哋要知道，我哋挑選西蘭花嗰陣咧，手感越重嘅咧，佢質量就越好。不過咧，都要避免咧，因為花球過硬咁樣嘅西蘭花咧比較老嘅。我哋洗嘅時候咧，唔好浸泡得太耐，避免佢個細胞損傷。咁完整嘅十字花科蔬菜喺冰箱中咧儲存咗7日之後咧，抗腫瘤嘅成分雖然都有少量嘅損失，但係唔係好明顯。但係咧要記住，我哋如果將花菜切好咗之後咧，就唔可以久放噶啦。如果我哋將十字花科蔬菜切碎咗之後咧，喺室溫嘅空氣中咧，我哋放置咗6個鐘咧，佢個抗腫瘤成分損失率咧可以達到75%咁多嘅喎。另外咧，由於西蘭花經常會有殘留嘅農藥，佢仲容易生菜蟲，所以咧我哋喺買咗呢個西蘭花翻嚟之後咧，我哋咧可以將菜花同埋放入鹽水同埋澱粉之中浸泡幾分鐘嘅。等到可能呢個菜蟲跑咗出嚟而且仲可以幫助我哋咧去除殘留嘅農藥。咁有啲朋友又問謝醫生西蘭花可唔可以生食？其實咧，西蘭花係可以生食嘅，特別係有啲外國嘅朋友係中意生食呢個西蘭花嘅。但係咧，謝醫生係唔建議生食呢個西蘭花嘅。我自己都唔生食西蘭花嘅。呢係因為咧，由於西蘭花嘅花質質地咧比較硬。生食嘅咧較為粗糙嘅，影響呢個牙齒嘅舒適度。咁經過烹飪之後咧，佢嘅質地就比較軟，佢擁有更加好嘅口感啦。而且西蘭花中咧，佢含有個纖維素，生食可能會加重我哋胃腸嘅負擔。特別係有啲朋友佢本身嘅胃腸道唔係咁好嘅，佢生食呢個西蘭花咧可能會出現一啲脹氣嘅問題。而且咧，西蘭花經過煮熟之後咧，都可以咁好咁俾我哋消化㗎。另外咧，西蘭花仲含有胡蘿蔔素呢啲營養成分，喺一定嘅程度上咧，可以補充我哋身體必要嘅微量元素。但係由呢個胡蘿蔔素咧，佢係屬於脂溶性嘅營養物質，我哋加油烹飪咗之後咧，都咁容易俾我哋人體吸收。同時咧，咁由於西蘭花咧特殊嘅心理結構咧，佢會導致西蘭花嘅花葉之間咧，佢個空隙咧比較容易咧藏有呢個
細菌或者係唔乾淨嘅嘢。有時候咧，我哋普通嘅清洗咧，可能唔可以完全消除㗎，所以我哋三食咧可能會影響衞生健康㗎。同時咧，有啲途徑我哋買到嘅西蘭花，佢嘅農藥殘留可能係比較嚴重㗎。咁多謝大家。